发的后腰上有处纹身，只给倒数第一看。于是全校女生纷纷逃课交白卷。得知消息的我连夜回国，发誓要打爆臭竹马的狗头，竟敢背着我撩女生。没想到刚推开门，就看见一个女孩扭着腰在喂她吃糖，旁边一群人都在起哄。咱们盛少从来不吃这种甜唧唧的东西，除非嫂子给了他才吃。我站包厢外推门而入，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盛怀安！”包厢里的人瞬间都瞩目向我，而未成怀安吃东西的女孩扭着腰走过来，逆着我说：“你是谁啊？敢这样喊盛少的名字？”她一走近，我就被她身上的香水味呛到了，立刻皱着鼻子往后退了几步。她眼神不爽地一直打量着我，视线自然地落在了我的胸部上面，顿时感到不悦地哼了一声。原来你就是盛少的新女朋友，除了看起来单雄8斤重，也没觉得哪里比我好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就让在场的男生嗤笑了一声。我脸有点黑，你能闭嘴吗？我又不是来找你的，你瞎嚷嚷什么？韩月月不悦地说道。你什么身份啊？敢这样吼我？本来他心里就很不爽了，他不但样貌输给了我，身材也输了，现在就连气势也输了，那他怎么受得了？无论如何，至少要把气势给争回来。我根本就不想跟眼前这个女人啰嗦，看向身边的跟班，问道：盛怀安呢？刚才不还在这儿吗？韩月月简直要气爆了，这个女人居然敢这样无视他，你凭什么无视我？她气得伸手来拽我的头发，我一时没防备，就被她这样拉了头发，顿时头皮都发麻了。我咬牙也不客气了，一个伸手便扯住了韩月月的裙摆，把她的短裙拽了下来。韩月月顿时花容失色，松了手，赶紧把自己的短裙拉起来。令她刚刚狼狈的一幕已经被其他人看到了，都发出了笑声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一道富有磁性的男声响起：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听见这道熟悉的声音，便转过了身，眼神怨愤地瞪着走进来的人。盛怀安。盛怀安一听到这声音，愣了下，定睛看向我，错愕出声：小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阴阴地笑了2声，不错吗？还以为你忘记我了。很好，我走到了他面前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旁边围观的人见到这一幕，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天啊，这女人居然敢打盛少！盛怀安眼睛眯了眯，及时地握住了我的小手。怎么了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哼，你知不知道为了过来找你，我遇到多少事了？我气呼呼地握成拳头砸在他的胸口。好了，盛怀安伸手把我揽住，扣在他的怀里。小小，你这什么造型啊？头发这么乱的。我哼了一声，睨了韩月月一眼。你这个女朋友厉害得很呢，我是进来找你的，她就找我麻烦，还扯我头发。盛怀安，你眼光真好啊！后面那句完全就是讽刺。他凌厉的目光顿时递向韩月月，语气有些冷硬地问道：韩月月，你扯了她的头发，你敢动她？韩月月现在完全像蔫了的茄子。盛少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太嚣张了，他凭什么叫你的全名？盛怀安嘴角挑了下，逆着韩月月说道：他怎么叫我用得着你管？我本来还有些怒气的，听到他这样堵韩月月，心里就舒坦多了。韩月月眼眶顿时红了起来，眼泪啪啪的往下掉，很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盛少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那么好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盛怀安最烦女人哭了，他冷眼看着韩月月说道：韩月月，你说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？韩月月被他的眼神看得背脊发凉，然后下定决心举起手扇了自己一巴掌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没问清楚就动手。他流着泪，一边哭着一边打了自己2个耳光，我听着那啪啪的2声，还有他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想想也就算了。好了，不用打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去。我转头看着盛怀安说道。走出酒吧后，盛怀安长臂随意地搭着我的肩问道：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说道：找你开门啊，我又没你家钥匙，最重要的是他家还是不用钥匙开门的，只能找他本人了。盛怀安狐疑地看着我问道：你要来我住的公寓干嘛？时间都这么晚了，你就算想找个地方住，去找我妈就行了，你干嘛找我啊？我嘴角弯起，笑着看向他，看来你还不知道你被你妈妈算计了喽。放心放心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盛怀安郁闷了一脸，什么鬼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是……我正想说以后我们就是未婚夫妻了，要同居在一起。然而正当我们走出酒吧门口，迎面就有一个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打断了我将要说出口的话。小妞，你快把钱还我！原来是那个猥琐的司机，我小脸都气歪了。你还想要钱？是想拿钱回去买棺材吗？盛怀安盯着司机问道。你谁啊？司机一看他就知道是个有钱公子，他瞬间变了态度，微笑得很亲切，好声好气地对盛怀安说道：这位少爷，是这样的，这位小姐刚刚坐我的车来的，但没给我钱，所以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把车钱还给我呢。我双手环胸，冷飕飕地说。这位大叔刚刚还想要我给他摸一把胸，就算抵消车钱了。司机冒着冷汗干笑着说：这个是误会而已。盛怀安看向司机问道：多少钱？司机还以为拿不到钱了，听见这话顿时欢喜地说：480块，不是48吗？我气得要骂人，但被盛怀安拦住了。480就是死吧你喽！盛怀安面带亲和的笑容，下一秒他突然一个长腿踹了过去，把司机踢倒在地，司机惨叫一声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哀嚎着说：打人了，快来看看，打人了，救命啊！不一会儿，酒吧的安保人员就赶了过来。司机正以为自己有救的时候，就见那些人跑到了盛怀安的身边，毕恭毕敬地弯腰说道：盛少，出什么事了吗？要不要我们帮忙处理？盛怀安直接对安保人员说：这人勒索我，而且就在你们店门口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这家店都是富家子弟来玩的，背景很厉害，自然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。盛少，放心，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安保人员说完，便几个人拥了上去，把司机架了起来，带走了。我们回到了他所住的高级公寓。盛怀安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，停下来后发现我好像睡着了一样，歪着小脑袋，他喃喃声说道：我真是欠你的。然后下了车，走到车的另一边，把我扶起来，然后背到了背上。我吧唧了下，小嘴小脸贴在他的背上，好像很舒服似的，蹭了蹭就继续睡了。终于到家了，他刷了掌纹进门，考虑着该把我放到哪，最后把我背到了客房里，安置我睡好，还算体贴的给我盖上被子，他就离开了。盛怀安伸伸懒腰去拿衣服洗澡，10几分钟后，他刚洗完澡，下面围着一个浴巾走出来，突然迎面就扑上来一个娇小的身影，害得他吓了一跳。他想起了我的存在，盛怀安调侃地说道：你干嘛啊？知道我在洗澡就跑来偷袭我吗？他低头看着我撞到他
怀里的样子，眼睛都没完全睁开，还迷迷瞪瞪的，看来我压根就没清醒过来，该不会是梦游吧？我支吾的说，我要洗澡，我一定要洗澡，一边说着，还一边的拉扯自己的衣服。盛怀安眼睛瞪了下，赶紧制止住我的动作，再这样让我搞下去，指不定把我自己的衣服给脱了。他说道，你这么困的迷迷糊糊的样子，怎么洗澡啊？明明那么困就好好睡觉啊，还偏要撑着洗澡，也是搞不懂我这是有洁癖不成？我的手在他身上蹭了一把，刚洗完澡的他身上有好闻的沐浴露香味，我含糊的说，盛怀安，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盛怀安真是看不下去了，好了，你能不能先醒醒？盛怀安这次抓住了我的小手，另一只手捏住我的下颌，晃了下，想让我清醒一点，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嘟着嘴喃喃，我身上都是汗，黏黏的好难受，我一定要洗澡。我不耐烦地挥开他的手，小身子一矮，就想从他的手臂下面钻过去。盛怀安无语了，都看着我迷迷瞪瞪的，怎么还知道这样做？他一把拽住了我的后领，他逆着我问，你真的非要洗澡不可？我点头，不洗澡我怎么睡？盛怀安没好气地看着我说道，你要想洗澡的话就得先醒过来，你这样迷迷糊糊的，到时候在里面睡过去了都不知道。以前不是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我这个人从小就是睡，喜欢在浴缸里泡澡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，还差点溺水了。有一次还是在他家里发生的，所以我要是这样的状态，他怎么敢让我去洗澡？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，他哪承担得了？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斜斜的一笑，单手挡在门框上，门东了我，俊美的脸居高临下的盯着我半眯的眼睛，故意用磁性魅惑的嗓音说道，还是说我来帮你？目光划过我的身上，不得不说，这丫头这2年发育的出乎他意料，虽然个子还是偏娇小的，但身材还不错。我弯起眼睛笑，清丽脱俗的小脸突地凑了上去，跟他的俊脸只有几公分的距离。盛怀安，你在耍流氓吗？盛怀安故意逗着我，就是耍流氓，怎么样？我傲娇的哼一声，小手一甩，动作并不猛，还是有些缓慢的用贴的方式碰到了他的脸上。如果不是看在你这张脸长得越来越好看了，我真想打你一巴掌。盛怀安眯了下眼，调侃道，怎么现在才知道我帅啊？你小心迷恋上我。我推开他嘚瑟的嘴脸，我要去洗澡了。相比刚刚，我显然清醒的多了。盛怀安伸出2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一晃，问道，这个是几？我瞥他，你个二货。我用力的拍掉他的手，眼睛也瞪开了。盛怀安这下肯定我是醒了，他问道，那你怎么洗？我不解的逆他，一副质问的语气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正常洗啊，还能怎么洗？说完我打个大大的哈欠，慵懒的伸腰。盛怀安没好气的说，我的意思是你又没换洗的衣服，又没睡衣，洗完继续穿你身上这件脏衣服吗？我顿了下就嚷道，有啊，对了，我的行李呢？他不提这个，我都忘记这件事了，搭着头发冲到客厅找行李。什么行李？我根本就没看见有行李。再说了，我带你回来吧，你身上哪有带着行李？我恍然想起来，笑着拍了下自己的头，哎呦，我都忘了，我的行李放在1楼的保安处了，我现在下去拿。说着就又要往外面走，盛怀安拉住了我的手，阻止了我，说道，不用下去了，我让他们送上来。他看着我身上那件小背心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问道，你今天就这样穿着在外面乱晃？我摇头说，不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外面有穿一条小外套的，但国内的天气太热了，我有点受不起，就把外套给脱了而已。盛怀安听着我这样说，才放心了些，叮嘱道，在国内就别这样穿了，有点暴露。我哼了声，这叫暴露？你还没见过暴露的呢。盛怀安白我一眼，盯着我的心脏处撅了撅嘴巴，这样穿全便宜了别人。他敲了下自己的脑门，郁闷地想着，这又不关自己的事，理那么多干嘛？不过想想我们2人好歹是青梅竹马，我要是有个什么事，他家人也不会不管的，到时候还是得麻烦他。他打了电话给1楼的保安处，很快的保安就把行李送了上来。我正要把行李往客房拖过去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下，我看向他，指着门上的安保系统说道，对了，你把我的掌纹录进去吧，这样我也方便开门。盛怀安还以为我拿着行李就算完了，没想到我还要求这个。他双手环胸，逆着我说，不给，凭什么要给你设掌纹？让你以后能自由的进出我这里啊？我也跟他一样，双手环胸，2人对峙着，只不过身高差距的关系，我显得气势弱了许多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有道理可讲。我故意瞥着他笑得坏坏的，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这里了，你不给我设掌纹，我怎么进出？难道你要当我的贴身钥匙吗？盛怀安皱起眉头，以后就住在这里？谁让你以后在这里了？你经过我的允许没？这可是他的私人领地，他虽然跟我是青梅竹马，但不代表就欢迎我来入侵他的私人空间。我摊手说明道，是妈妈让我住的。他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想起了我之前在酒吧的时候没有说完的话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之前说我被我妈算计了是什么意思？跟这个有关？我点点头，昂着下巴对他宣布道，因为我和你很快要订婚了，所以他们让我们住在一起，培养感情。盛怀安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愕然地看着他，你说什么我和你订婚，这什么鬼啊？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，具体的原因你还是自己去问你妈妈吧，我懒得解释了，我现在困得很，我要去洗澡了，然后睡觉，拜。说完，穆小小打了个哈欠，对他挥挥小手，拖着行李往房间走去，为你给我说清楚了再洗澡。啪一声，门板在盛怀安的面前关上，差点撞到了他引以为豪的高鼻梁。他拍门喊着，穆小小，你给我出来。没过一会，穆小小手里拿着换洗的衣服，开门出来，半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说道，我现在真的很困，脑子完全是卡住的，转不过来，明天再说 OK。 说完越过他朝洗手间走去。盛怀安没辙地看着他，刚刚也注意到了他小脸上的困倦，只好就此算了。翌日，穆小小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觉，听到外面有声响，他醒了过来，掀开被子下床，打开门走出去，就看
看到了盛怀安。盛怀安，我饿，早餐准备好没？他显然还没完全清醒，眼睛惺忪，走过去沙发坐下，捞过来一颗抱枕搂在怀里，小脑袋还一颗一颗地，像是随时会再睡过去。盛怀安在开放式的厨房倒了一杯水后，俊挺不凡的身段倚靠在吧台上，语气慵懒地说道：“没有早餐，我这里不开火的，想吃自己出去买。”穆小小郁闷地皱起小脸，可怜兮兮地哀嚎起来：“没有早餐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好饿，我快饿死了啦！”呜呜，一边装可怜的假哭，一边侧倒在沙发上，踢着脚。盛怀安看着他幼稚的行为，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一点变都没有。冰箱里有各种饮料和牛奶，柜子里有饼干和各种零食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随便吃点顶着先。然后我打电话回家，让我妈接你回去那边。一听到有东西可以吃，穆小小忙不迭地从沙发上滚了下来，跑过去冰箱那边。回去那边，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住在你这里了。穆小小完全不拘束，就像待在自己家一样，很随性地拿出了牛奶来喝，看到苹果也拿了出来，喝了半罐牛奶就开始啃苹果。盛怀安逆着他说道：“订婚什么的，我不会答应的。”穆小小耸耸肩说：“你不答应，那你就回去跟你爸妈还有盛爷爷说吧，我可做不来主。”他皱眉，还有爷爷，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盛妈妈说了，周末你回去一趟，他会解释清楚给你听的。到时候就算你不答应，你还是得乖乖答应，所以你还是别挣扎了吧。穆小小显然已经看清楚了结果，只要是盛爷爷的命令，盛怀安不从也得从。盛怀安有些烦躁，说道：“不用周末了，今晚我就带你一起回去，说个清楚，随你哥。”穆小小无所谓地摊手，反正他已经从了，他最后也会跟他一样的。吃完苹果丢到垃圾桶里，他洗了个手，对他说道：“你要去学校了，对不对？等等我，我刷牙洗脸，换个衣服，很快的。你要跟我去学校？”盛怀安问。“对啊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转学到你学校了。”穆小小趴在洗手间的门框上，笑眯眯地对他说着。盛怀安一脸要疯了的表情，但穆小小可不管他了。进了洗手间，还能听到他轻哼的小调。等他洗漱完，换了衣服，终于是出门了。盛怀安尽管有不耐烦，但也不好丢下他不管，还是带他去了学校。快要到上的高中了，因为是贵族学校，所以面积很大，远远的就能看到华丽的校门口，隔着几百米。穆小小就喊道：“停停停停，就在这里放我下来吧。”盛怀安只好停了车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学校还没到，你在这里下车干嘛？”穆小小却已经下了车，双肩包挂着一个肩带，挂着笑脸对他说：“我才不跟你一起进学校呢，一定会备受瞩目的，我还是喜欢低调一点。拜了，你自己先走吧，我顺便买点早餐再进去，随你便哥。”盛怀安也不在意，多少女生想坐他的车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好威风一把，这丫头反倒是嫌弃他了。盛怀安直接把车开走了，丢下他一个人。穆小小左右看看，瞧见了一个蛋糕店，走过去的时候能闻到好香的味道，就没有克制的走进去了。展示柜里有很多漂亮的小甜点，他看得嘴馋，好几个都想吃，但也不可能全都买啊，他还没有换人民币，身上的钱还是刚刚在车上跟盛怀安要的。这里的蛋糕不算便宜，一小块要20-30块，但买的人挺多的，应该是很好吃的。穆小小闻着味道都要流口水了，只差没趴到玻璃上去。最后选了他最爱的草莓蛋糕，还买了一杯奶盖奶茶。我要这个，他指着里面只剩下一小块的草莓蛋糕说道。服务员走过来，拿出了那块草莓蛋糕，放到小盒子里，打包好了。穆小小伸手就要接，但服务员抱歉地对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是最后一块，已经给人买了，你再挑挑别的吧。”穆小小的小脸鼓起了脸颊，郁闷坏了。他思考了那么久，才最终选了这个，居然被买走。谁买的？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服务员也是很为难，指着站在收银台那边的一个男生说道：“是那位男生，他已经付钱的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们的抹茶蛋糕和芒果蛋糕也很受欢迎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“不要了。”穆小小拒绝了，走了过去那个男生身边，拍了下他的肩，发现他好高啊，大概有1.8米几的样子。不过他在国外见惯了这种高度，也不觉得有什么。“你好，你能不能把草莓蛋糕让给我啊？”穆小小的性格有点小偏执，他看中的东西他就不想换了，他就是想要得到才行。没想到男生转过头，居然是一个帅哥，长相很帅气俊朗，还很温文尔雅，眼睛还很睿智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高材生了，这也是他喜欢的类型。“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陆以晨看向他，开口说道，他的嗓音好听的不行，很有磁性，绝对是女生最爱的声线，光是听着就能让女生心跳不止了。穆小小也是个声控，所以忍不住的有些激动，尤其是眼前的这个男生还长得这么俊美，让人很难把持住啊。可作为女生，谁都会偶尔花痴一下，人之常情嘛。这个草莓蛋糕是最后一块了，我很想吃，你能让给我吗？拜托拜托了。穆小小装可爱，卖萌的撒娇着，对他眨巴眨巴着他那双黑亮的大眼睛。要是盛怀安站在这里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受不了的大翻白眼。陆以晨却是不为所动，抱歉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给别人买的，所以不能让给你。”穆小小顿时像泄气的气球，垮下了小脸，心里笃定他一定是给女朋友买的，对女朋友这么体贴，还帮忙买早餐，这样的男生很少见了。虽然被拒绝了，但对方在他心里加了分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，我买别的吧。想着帅哥都有女朋友了，他心情又低了几分，连连叹息，拖着步伐走去玻璃柜前面。陆以晨的眼神追随着他，大概是有些歉疚，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我听人说他们这里的栗子蛋糕也不错，你可以尝尝。”穆小小听到他这么说，就更觉得他温柔体贴了。好啊，那我试试。他露出了笑脸，对他微微笑了下，然后跟店员点了一份栗子蛋糕，打包了拎在手里，然后3两步的追上了他。虽然他有女朋友了，但他刚转来这个学校，认识个学霸也是不错的，于是厚着脸皮去搭讪他。
他。哈喽，穆小小开朗的笑着，笑容就像向日葵一样可爱灿烂。你也是尚德的学生吗？我是今天转学过来的。陆亦辰看了他一眼，面对着这样天真无邪的笑脸，任谁都很难拒绝他。是的，他单声应道。穆小小跟上他的步伐，两人齐步有协。他问道：“你是高几的？”高三。穆小小又是觉得遗憾，嘟起了小嘴说：“我应该是高2的，反正不可能是高3了。”应该。陆亦辰表示不解：“你连自己念高几都不知道？”穆小小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：“其实我是从美国转学回来的，我在美国念高1，但我觉得我很聪明啊，所以盛妈妈应该会安排给我念高2的，因为她知道盛怀安念的是高2，盛妈妈为了让他们在一起培养感情，应该会安排他跟他同班才是。虽然他在美国念的是高1，但他觉得自己应付国内的学业还是没问题的。”陆亦辰看着他自信满满的神采，忍不住一笑说道：“这可不好说，国外和国内的教育不同，你别小看了国内的程度。”两人说着说着就走到了校门口，正要一起进去，但穆小小被拦下来的：“你不能进去，现在快到上课时间了，外人不能进校。”穆小小睁大了眼睛，对门口的守卫说道：“我是这里的学生啊，我今天刚转学过来的。”但不管他怎么解释，对方就是不肯放行，反而越看他越觉得可疑，这让他郁闷死了。穆小小正想着要不要搬出盛怀安，就听到身边的陆亦辰说道：“他确实是今天转学过来的，所以还没有学生证，现在正要去校务室报到，我可以给他做证明。”门卫认出了他，恍然道：“我认得你，你是陆亦辰对不对？好吧，在看你的份上，我就让他进去了。”陆亦辰微微点头说：“谢谢。”穆小小却依旧不高兴，虽然陆亦辰帮了自己，他很感谢他，但门卫的态度让他有些不爽，看他的眼神还像是防贼一样。他自认长得甜美可爱，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被人这样怀疑啊！谢谢了，但我不用你帮忙，我要靠自己。他对陆亦辰说着，然后掏出了手机给盛怀安打了个电话。盛怀安慵懒的声音响起：“喂，什么事啊？”穆小小一出声就忍不住了有些委屈，说道：“我被门卫拦下来了，他不让我进去，不相信我是转学来的。”盛怀安却哈哈的大笑了。穆小小被他这样的反应更是气坏了，正想吼他的名字，盛怀安就收敛了，说道：“听出你委屈了，你等下，很快给你搞定。”他突然听到他身边有女生的声音，好像问他是谁的电话，那声音很娇柔，是男生最抵抗不了的那种。“你跟谁在一起呢？”他问道，语气有些气呼呼的，自己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他倒好，泡妞去了。盛怀安不知道是没听到，还是听到了不想回答，挂了电话，为穆小小气愤的对着手机吼了声。陆亦辰担心的看着他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怎么了吗？”看他那样子，就是非常生气的样子。穆小小撅起小嘴，不开心的说道：“有人重色轻友。”但等了不到1分钟，门卫的手机就响起来了。他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，显然吓了一跳，态度恭敬的接听了，不知道听到了什么，错愕的看向穆小小，挂了电话。门卫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，对他露出讨好的笑容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一场误会，是我的错，您可以进去了，校长在等着您。”穆小小这才满意了，昂着小下巴走了进去。陆亦辰一脸的疑问，跟在他后面问道：“校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居然触动了校长？”穆小小嘿嘿的笑，一根手指竖起来，对他摇了摇，神秘兮兮的样子说：“秘密以后你跟我熟了，我就告诉你。”陆亦辰轻轻笑了下：“你这是搭讪的意思吗？我可不是随便交朋友的，知道啊？你是学霸吗？学霸都是很挑朋友的，尤其还是像你这么帅的学霸，一定有很多女生整天缠着你，跟你搭讪吧。”陆小小微疯了一把，笑得可开心了，把盛怀安的重色轻友也抛之脑后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学霸？”他好奇的睨他一眼。陆小小挑眉笑着：“因为我聪明，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那种学霸型的人，是不是猜得很准啊？对了，刚刚门卫说认得你，为什么你在学校很出名吗？”“算吧。”他单声说着，没有详细说明，并不想炫耀的意思。穆小小却不满意，忙追问道：“怎么样的出名法？因为你是校草，还是你总是拿全校第一？我觉得吧，一定是2种都有，对不对？”陆亦辰说道：“校草不算，成绩的话倒是有。”穆小小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还不算校草？你长得这么帅，你要是都不算校草的话，等等，校草该不会是盛怀安吧？”听到他说出这个名字，陆亦辰眯了下眼，问道：“你知道他？”穆小小没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，而是一副兴致昂昂地追问道：“他在学校的人气很高吧？听说他有很多女朋友的，你也是风云人物，虽然不同年级，但应该也认识吧？”“认识，但是不熟。”陆亦辰的声音有了些冷漠，他看向他，带着点审视的意味说：“他确实有很多女朋友，是个花花公子，只要是漂亮的女生，他都会追到手。你也喜欢他？”穆小小哼了声：“花心大萝卜，我才不喜欢他呢。”真的，他像是有些诧异，刚刚听他说起盛怀安，还以为他像其他女生一样，也是为他而来的，但现在认真的看他的眼睛，没有像其他女生那样提到盛怀安就一副花痴或者爱慕的表情，所以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吧？陆小小也眯眯的笑着，看向陆亦辰说：“我才不喜欢他那种类型呢，要我选的话，我觉得你比他好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是仗着有钱又帅呗，性格又不好，谁喜欢他谁倒霉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心里吐吐舌头，要是让盛怀安听到他这样说他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，所以他也只能背着他的时候说他的坏话，谁让那家伙重色轻友啊？别看穆小小刚刚已经忘了这件事，但他还记在心里的，哼哼，他就是个记仇的人。陆亦辰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盛怀安，不免有些讶异的看着他，好像他是外来生物一般。再看到他做出一副嫌弃的表情，忍不住的笑出了声：“你真有趣。”他说。穆小小眼睛狡黠的转了下，趁机说道：“对了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知道你叫陆亦辰了，你的名字真好听，我叫穆小小，你就叫我小小吧。”“陆小小，你的名字也很好听。”陆亦辰微笑着说，对他的样子多了些亲近，没了一开始的那种距离感。“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几班，你告诉我你
在几班吧，以后可以找你玩。我刚回国，对学校不熟，对这块也不太熟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你吗？他赶紧套近乎。其实他想法很单纯的，只是想交他这个朋友而已。一个又帅又聪明的学霸，两人又这么投缘，当然要结交一番的。他穆小小最大的爱好就是交朋友了，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又聪明的朋友，多交几个总是不亏的。陆以晨颔首说道：“可以。”我在高3 S 班。穆小小看了看，校园里简直是荒无人烟，一个人影都不见，应该都上课去了。所以他对陆以晨说：“那我不耽误你上课了，我去校长室报到先，等有空再找你玩，拜拜。”说完便蹦蹦跳跳的往行政楼走去。陆以晨在身后望着他的背影，眼神有些思索。转学生报到要去校长室，这就说明了他的身份应该很不简单，一般都是去找行政处，跟所在的班主任报到就行了。想着以后两人还有接触的机会，他也不再探究，往自己的班级走去。另一边，校长室里，穆小小见过了校长，校长对他的态度很殷勤，一看到他进门，还拿出饮料来招呼他，还问他要不要吃水果。他翘着二郎腿在沙发上等了一会，就见一个女人走进来了，戴着黑色框的眼镜，很严肃的样子。校长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？女老师恭敬地敲门走了进来，校长立刻端起了架子，威严地对他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新转来的学生穆小小，穆同学之前是在美国一所贵族高中就读的，成绩非常优异，所以我把他安排在 S 班了。你等一下带他去班上安排，他以后就是我们学校重点的培养对象，明白了吗？”对于校长话中的含义，女老师怎么会不懂，硬着说明白了，便带着穆小小离开了。校长还亲自送出了门。很快，穆小小跟着女老师去到了班级门口，看了班级牌，诧异道：“高一 S 班，难道我不是读高2吗？”魏老师解释道：“穆同学，因为你在美国也是念高1的，所以校长给你安排进了高1，而且我们国内的进度比国外的快，如果你去读高2，很可能会跟不上进度的。”那好吧，穆小小想想自己的学习成绩，也就不强求了。刚刚在校长室里听到校长说他成绩优异的时候，他是强忍着才没有脸红的。不过他本来回国念书是抱着玩玩的心态，所以念什么年级也不是很重要，反正他迟早要回去美国的。魏老师带他走进来，对同学们说道：“这位是新转来的学生穆小小，大家鼓掌，让他自我介绍一下。”穆小小站在讲台旁边，开朗地对众人一笑：“大家好啊，我是穆小小，性别女，爱好男，以后请多多指教喽。”听到他这样的介绍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，还有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：“这个女生好可爱啊，对啊，皮肤好白啊，像洋娃娃似的，没想到会是个小美人，我们的班花地位不保了。许金莹算什么啊，都没这个女生一半的漂亮。她叫穆小小，好可爱的名字啊，要是安排她来跟我做，那我就幸福死了。”一时间，班上的男生起哄了起来，都嚷着让穆小小坐到自己的身边。穆小小笑眯眯地看着，环视了一圈，想看看有没有帅哥。他当然是要选择坐在帅哥身边的喽，至少可以养眼嘛。可能因为是贵族学校的关系，一眼望过去，还真有几个男生长得小帅呢。可惜穆小小刚刚认识过陆以晨，相比之下就觉得不够看了。魏老师说道：“穆小小，你想跟哪个同学坐在一起，只要对方愿意，都可以。”老师这话一说出来，顿时让在场的男生都激动了起来，一个个积极主动地对穆小小说道：“穆小小，你来跟我坐吧，以后我每天帮你买早餐，好不好？穆同学，我成绩很好，你来跟我坐吧，以后学习上有问题，我都罩着你，还有每天的零食我都给你买。美女，跟我坐吧，我可以当你的奴隶，随便你使唤。”此话一出，惹得其他人给他嘘声。穆小小觉得他们都很有趣，但不会因此就心动。他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“我们班上哪个男生最帅？”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听到这话，大家都愣了下，然后齐刷刷的看着某个位置，但表情都是有些怪怪的。穆小小才懒得注意别人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呢。随着全班人的视线，他也望了过去，发现是靠窗那排最后面的位置，两个位置都是空的。难道最帅的那个男生今天没来？他穆小小当然是要挑最帅的喽。所以他微笑着走了过去，在空位置上坐了下来，还对老师说道：“魏老师，我就坐在这里了。”魏老师的表情也有点怪怪的，讪讪地说道：“你喜欢就坐吧。”他用棒子敲了敲讲台，让同学们安静下来。好了，以后要多照顾新同学，团结友爱，知道了吗？接下来继续上课。他离开后，老师重新回到了位置上，给大家讲课。但这个时候哪还有人有心思听课啊？男生都在探头探脑的偷看穆小小，而女生则是带着打量和比较的意味。前座的男生讨好的笑着说道：“穆小小，你还没有课本，我的借给你吧。”说着，一个皱巴巴的课本放在了穆小小的面前。穆小小看着那课本上脏脏的，也不知道是沾了什么，都不敢碰，哭笑不得的对他说：“不用了，你自己用吧，我随便听听就好，没关系，我跟我同桌一起看。”穆小小同学也是好心，他总不好落人家面子，只好讪讪的笑着。这节课是英语课，他别的科目不敢说，英语可是绝对好的，好歹也是在美国念了几年书啊，所以他觉得好无聊。对他来说，感觉就像是小学生上课似的，无聊透顶。打了个哈欠，前面的男生又凑了上来：“穆小小，你是不是也听不懂啊？不然我们来聊天好了。”听不懂是听懂了，但是讲的太无聊，所以不想听。倒是这个男生这么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，穆小小不免有些鄙夷，心里也好奇了起来。他还以为 S 班应该是最好的班才对。他问男生 ：“S 班是什么班？是最差的班吗？班级是怎么分的？”“不是啊，我们 S 班可是最好的班。”穆小小的表情有些呵呵，完全是一副不相信他的话的样子。男生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其实是这样的 ，S 班要么是成绩最好的，要么是最有钱的，而其他都是普通班，分为 A、B、C、D 这样的。最
最差的是 F 班，都是全校最差的，还有很多流氓在里面，你以后注意了，别去 F 班。穆小小恍然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他觉得这个男生人还不错，还提醒他这些，所以态度也好了一些，笑着对他说，那你也是很有钱的喽，看你不像是学习成绩很好的样子。男生有点尴尬，为了挽回面子解释道，我只是英语不擅长，我语文就很好。穆小小忍不住笑了，你一个男生语文好，有那么值得骄傲吗？穆小小，我发现你很毒舌耶，不像你外表那么单纯可爱，这就叫毒舌了，你还没见识过真正的毒舌。对了，我叫于哲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帮忙。于哲拍拍胸口说，穆小小看他挺顺眼的，刚刚在讲台上找帅哥的时候，他也是小帅里的其中一个，没想到人也挺有趣的，好吧，就交他这个朋友，以后有个人帮忙跑腿也是不错的。他们一直在低头聊天，都没注意到讲台上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黑了。新来的那位同学翻译下一段，老师突然点名，穆小小也不知道叫的是自己，还在低头聊天，直到隔着过道的女生伸手推了一下他，穆小小，老师叫你。哦，穆小小反应过来，大方地抬起头，对上老师发火的眼睛问道，老师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老师的脸可精彩了，亲一筷子一块的，还会变色，看来是气得不轻。穆小小课本的第二段由你来翻译。他无辜地耸耸肩，可是老师，我没课本啊，借同学的。显然老师生气了，没那么好打发。于哲有点同情地看着穆小小，把自己的课本又递给他，小声地说道，乱说就好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的。穆小小的嘴角却是扬起诡谲的笑容，随手拿起课本，翻到指定的那个课文，然后从他的嘴里吐出流利的英文，还带着点美国腔，跟老师那种中国式英语完全不一样，好听的让同学们都惊呆了。老师，你说的是这一段吗？翻译的话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就把刚刚念的那一段完美的翻译了出来。老师也是发愣的看着他，脸色更难看了，像是被羞辱了一把。老师，请问我可以坐下吗？穆小小笑眯眯的问道。坐下吧。老师脸色发白，不情不愿的说。于哲一脸崇拜地看着他，说道，穆小小，你太牛逼了，你英语怎么这么好啊？那口语简直不看你的脸，还以为是外国人在说话呢。穆小小故作懵懂的眨巴眼睛，说道，我没跟你说吗？我是从美国回来的，之前就读的还是美国最好的贵族高中呢。哇，偷听的同学一起发出惊呼声。下课后，穆小小觉得无聊，便想去找盛怀安，看看他在过什么逍遥的生活。走到高二的教学楼，他不用想就直接去找 S 班了，根本刚刚于哲给的情报，这是他判断出来的。虽然不知道盛怀安的成绩怎么样，但看他整天就知道泡妞，成绩一定好不到哪去了。不过盛家可是超级豪门，有钱的不得了，不用说也知道他一定会在 S 班了。再说盛怀安这个人那么骄傲，绝对不容许自己不在最好的班级的。很快的找到了 S 班的教室，就在后门探头看着，果然看到了盛怀安那家伙，可恶，居然还搂着一个女生，正在卿卿我我。怎么说自己跟他现在也有婚约关系了啊？吃个醋也算是正常的吧。穆小小心里给自己辩解，他不是因为喜欢盛怀安而吃醋，只不过是以未婚妻的身份吃醋而已。这家伙太混蛋了，明知道自己第一天来学校，什么也不懂，哪都不熟悉，也不来找他帮他熟悉学校，而是忙着泡妞，真是气死他了。穆小小的眼珠子狡黠一转，坏坏的笑着，你不仁我不义，等着瞧。他往后退回到楼梯口，一把拽住了一个男生，对人家微微笑着，用甜美的声音拜托道，这位同学，你能不能帮我去 S 班叫一下盛怀安，就说他老婆找他，拜托你了。男生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书呆子，被他这么一电，呆呆的点头说，哦，好的，我马上去。穆小小躲在墙角偷看着，就看到那书呆子走进了 S 班，直接说道，盛怀安，你老婆找你。原本还吵吵闹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，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。穆小小可以想象得到大家眼珠子凸出来的表情，捂着嘴忍俊不已。几秒钟后，就看到盛怀安黑着脸走了过来，躲在墙角的他对他招手，示意自己在这里。盛怀安一副果然就是你的表情，走了过去就问道，穆小小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故意来捣蛋的是不是？穆小小从墙角跳出来，虽然身高上没有优势，但他昂着小下巴对他说道，臭盛怀安，你只顾着泡妞，也不管我了，等着吧，今晚回到盛家，我就跟盛妈妈打小报告去哼。他双手环胸，才不怕他呢，现在理亏的人是他好不好？盛怀安无奈地叹了一声，说道，姑奶奶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穆小小往他身后瞄了一眼，果然就看到他刚刚搂着的那个女生也跟了出来，正在往这边看。他贼贼地笑着，笑了蔫坏蔫坏的。他笑眯眯地对他说，你惹我生气了，想让我消消气，就得听我的指挥。盛怀安还不了解他吗？看他那小样，就知道在想什么坏主意了。你想我怎样？他单手撑在墙上，一手插在裤袋里，吊儿郎当地看着他。穆小小看着他帅气的姿态，哼了一声，很简单，你现在凑过来抱住我，在我的脸上亲一口，快点。盛怀安眯了下，他不用回头也知道后面有不少人跑出来偷看了。刚刚听到他老婆找他的时候，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震惊了，都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还对穆小小做出亲热的举动，不就印证了他就是自己老婆这句话？不行，大庭广众的，你不害臊，我还要脸呢。他找了个借口拒绝了。穆小小可气了，这家伙不听自己的话，他不满地嘟起嘴抱怨道，盛怀安，你变了，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，我让你做什么你都不会拒绝我的，你现在为了别的女生就不在乎我了，哥好啊，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断就断了。以前他叫他做什么的时候，虽然他也经常嘴里说着不要，但背地里也会按他的要求去做的，所以看到他现在这样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了，他心里好不舒服，像是有一块石头堵在心口上的感觉。我讨厌你。穆小小气的眼睛都湿了，转身就要走。盛怀安叹了一声，伸手把他拉住，然后把他拽到自己
己的怀里，抱紧了后很无奈地说，这样行了吧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你这样搞恶作剧有意思吗？我回头还得跟我女朋友解释，很烦的好不好？穆小小靠在他的怀里，男生的怀抱很不一样，暖暖的，胸膛很结实。他小声哼了下，说道，你就那么心疼你女朋友啊？我现在好歹也是你的未婚妻啊，你哄哄我怎么了？他也没做错什么啊，他本来就是他老婆嘛，找他出来聊一下天，拥抱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明知道我最讨厌解释了，我烦的是这个盛怀安不爽的说道。穆小小抬起头嘿嘿的笑了，说道，你也可以不解释啊，听说你经常换女朋友的，反正过几天又不是这个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盛怀安低头想了想，好像被他说动了，但也不知道是想什么，他揉揉他的脑袋，把他的头发揉乱了，说道，好了，抱也抱了，快回你班上去了，中午再找你吃饭。不要，我才不跟你吃饭呢，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大帅哥，我等一下准备去找他一起吃饭。穆小小从他怀里离开，一副利用完他就抛弃的嘚瑟样。盛怀安眯了下眼，问道，大帅哥，这整个学校最帅的人就站在你面前了，你不跟我吃饭，还去跟别的男人吃饭？哟，吃醋了？穆小小笑了，故意的说道，我吃什么醋啊，我只是觉得你的眼光有问题。盛怀安显然有些不悦，好看的眼睛瞪着他，心里想的更多的是，他真的认识了什么大帅哥，会是谁呢？穆小小余光瞟了瞟他身后，确认那个女生正在冒火了，便得意的勾起唇，伸手拍拍他的胸口，还故意用手指勾了下他的下巴，笑得坏心眼的说，我中午就不陪你了，晚上再宠幸你，走个拜。说完就蹦蹦跳跳的跑了。后面上的是语文课，这节课对穆小小来说简直就是催眠课，让他一直在瞌睡，手撑着下巴，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似的。相比之下，坐在他前面的于哲上课就挺认真了，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，终于熬到了下课。等老师一走出教室，穆小小就伸了个懒腰，哎呦，睡得真难受，不知道能不能拿个枕头过来，脖子都快要扭到了。他双手扶着脖子，左右的扭了下，伸展筋骨。于哲转过头看着他，哭笑不得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睡得多香，我差点都要被你给传染了。穆小小撑在桌面上蹭地站了起来，终于放学了，肚子好饿哦，吃饭去，食堂在哪里？饭菜好不好吃？睡饱就吃。穆小小，你是不是属猪的？于哲吐槽他，两人聊了一个早上，现在就变熟了，跟朋友似的。你才属猪呢，都中午了，当然要吃饭啊，难道你不吃饭吗？快点带我去食堂。你请客。穆小小跟人混熟了后就会变得很不客气，而且他已经知道于哲是个富二代了，请个客吃饭又花不了多少钱。好，请你，我们食堂也分不同区域的，普通学生就吃便宜的，像我们一般都是去豪华区吃，等一下带你去，推荐几道好菜给你。于哲收拾好了桌上的东西，也跟着站起来。穆小小突然惊呼一声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我还得去找个人呢。你找谁啊？于哲还没问完就被他拉住了，往教室外面跑。走，你对学校比较熟，你带我去吧。高三的教室在哪？穆小小也顾不上别人看着他们的眼神有点暧昧，他怕去晚了，陆以晨就走了。于哲忍不住的看着他牵着的自己的手，表情有些微妙。他问道，你要去高三干嘛？你有认识的人在高三年级吗？对啊，不然我干嘛去高三啊？你是不是傻啊你？于哲郁闷了下，逆着他抱怨的说道，穆小小，你真毒舌，别叫我穆小小啊，不是说了吗？叫我小小，连名带姓的叫。你是讨厌我还是跟我有仇啊？穆小小纠正他，他不喜欢别人连名带姓的叫他，除了跟他有仇的人，剩下的就是程怀安了。但盛怀安是不一样的，他们两个从小这样相处了，所以他并不介意，他有时候发脾气了也是连名带姓的叫他的。那小小，你要去高三哪个班？高三 S 班在哪？于哲被他拖着走的脚步停顿了下，好奇的看着他问道，高三 S 班你要找谁啊？穆小小笑眯眯的说，他叫陆以晨，你认识他吗？他也很好奇陆以晨是不是在学校那么有名的。果然，于哲露出了诧异的表情，吃惊的说道，陆以晨你要找的人居然是他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穆小小嘿嘿的笑着，我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你信吗？于哲震惊的眼睛都要凸出来了，不会吧，他的神秘女友原来就是你，原来他真的有女朋友啊。穆小小得到了事实的真相，还是忍不住的感到了遗憾，真是可惜了。于哲耳尖的听到了，问道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是他女朋友？我刚刚逗你的，连这个都听不出来，以后怎么跟我混啊？自己反省反省。穆小小自己骗人了，还好意思责怪别人太笨，靠，原来你是骗我的，害我真以为你是他女朋友。于哲一脸的郁闷，白了他一眼。穆小小想着他以后就是自己的跟班了，觉得有义务教育一下他，便指导道，你以后跟着我要懂得分辨我哪些是玩笑话，哪些是真话，懂了吗？哦，懂了。于哲愣愣的应道，但很快的反应过来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懂这些啊？好了，你快跟我说说陆以晨的神秘女友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的女朋友不是我们学校的吗？为什么说神秘啊？穆小小打断他的疑问，把话题拉回到了陆以晨的身上。他很好奇这一点，因为他想起自己早上遇到陆以晨的时候是在蛋糕店，他买了最后一块草莓蛋糕，他还以为他是买给女朋友的呢，难道不是？于哲耸耸肩说，不知道啊，都说是神秘女友，就是谁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是谁，只是传闻他有一个交往了好多年的女朋友而已，至于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这一点也不清楚。这么神秘啊？穆小小惊讶道，他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像陆以晨那么出色的男生，一定有不少女生倒追的吧？这样的瞩目下还能藏得住女朋友？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时候，学校的那个校草什么秘密都被挖出来了，女生疯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很恐怖的。于哲问道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你真的跟他是朋友吗？该不会你也喜欢他，想追他吧？我才没有那么不道德呢，有女朋友的人我是不会下手的，我真的把他当朋友而已。好了，高三 S 班到底怎么走？两人走到了一栋教学楼面前，穆小小问
问道，就在上面，你跟着我走吧。于哲领路，穆小小又忍不住地问起了关于陆以晨的事。他在学校很出名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于哲说道，他是很出名，听说他是个 IQ200的天才，学校从省一中那边把他挖过来的，听说不但学费全免，还每年给他高额的奖学金。别人上学是花钱，他上学是赚钱的，而且他每次考试都是全国第一，给学校拿很多威风，校长都捧着他的。穆小小虽然早就知道陆以晨是个超级学霸了，但没想到这么厉害。说着说着，两人就到了高3 S 班，幸好刚下课，说不定还在于哲带着他走到教室门口。穆小小已经主动的拉住一个人问道，陆以晨还在吗？能不能帮我叫他出来一下？被拉住的男生上下看了他一眼，一副了然的样子说道，又是找陆以晨告白的吧？不过你来晚了，刚刚就有个女生叫他出去了，现在可能在哪个角落送情书呢？你明天再来吧，记得来早一点，人家那个女生还没下课就在教室外面等着了。说完就对他摆摆手走了。穆小小在原地愣了下，有些哭笑不得，想说自己是陆以晨的朋友，才不是来跟他告白的呢，但对方没给他机会解释，就已经离开了。他耸耸肩，看来今天是没缘分跟他吃饭了。于哲，我们自己去吃。于哲像是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，说道，以前就听闻过，每天都有女生排着队找他告白，我现在是相信了，很正常啊，他长得那么帅，又是个超级学霸，性格又那么温柔，得迷死多少女生啊。穆小小说着说着就有些感慨，像陆以晨这样的男生可谓是人中之龙，就是应该交这样的朋友。于哲听了他的话，却是露出诧异的表情，像他说的是天方夜谭一般，不可思议的说道，温柔你没搞错吧？陆以晨那家伙可是出了名的高冷，别看有那么多女生天天找他告白，他根本看都不看一眼的。穆小小想了想，摇头说，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挺温柔的一个人，哪有你说的那么高冷啊？那是他对你才这样。于哲还是觉得不相信，他也见识过陆以晨的高冷，从没有听人说过陆以晨跟温柔沾边的。穆小小咧着嘴笑，想入非非的说着，真的？难道说我对他来说是特别的？于哲看着他那副样子有点头疼，问道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食堂吃饭吗？我都饿了。走喽，当然是去吃饭，我也饿了，本来是想找陆以晨一起吃饭的，可惜他不在，那就算了喽，下次再找他。穆小小一边说着，一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笑的那个叫花枝乱颤的。于哲忍不住的吐槽他，说道，你就算了吧，我看你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只是想勾搭他的吧，我还是劝你死心吧，陆以晨那个人不是那么好结交的，懒得跟你说去吃饭食堂从哪走啊，为什么这个学校这么大，走了我腿都疼了。走了没一会，穆小小就抱怨了起来，其实他在美国读书的学校也挺大的，但是昨天走了不少路，今天一整个上午也走了不少路，他现在是真的感到腿疼。于哲还狐疑他是不是装的，但看他小脸皱着，像真的不舒服一样，心软的说道，那要不要我背你啊？穆小小本来想说好，但顿了下，问道，食堂还有多远？也不是很远的，就在前面拐弯就到了。穆小小悻悻的说道，那就算了吧，反正也快到了，我们走吧。要是还挺远的，他倒不介意让他背自己，如果是那么近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免得被人用别样的目光看着。几分钟后，终于是到食堂。穆小小一走进食堂，就感受到了清凉的气息，食堂里居然开着冷气的，真不愧是贵族学校的食堂啊。我们在哪吃？他问道。我说的豪华区在那边，这边是普通区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上2楼，2楼有个餐厅，可以点各种菜式。于哲指着给他看，介绍着，不用上2楼了，我们先在下面吃吃看吧，闻着也挺香的。两人正想找位置坐，就遇到了同班的同学，招手叫他们过去，他们便过去了。穆小小不太会认人，也没那个本事，一个上午就记住全班人的名字，就只是对他们笑着。一个男生对他们调侃道，穆小小、于哲，你们怎么在一起的？才认识一个上午，难道你们就看对眼了？其他的同学也暧昧的笑了起来，起哄道，在一起在一起。几个人一起喊着，声音在食堂里很醒目，惹来了旁人的目光。而盛怀安走进来的时候，也同样听到了声音，不经意的望过去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穆小小的身影，当然还有他身边的于哲。盛怀安眯了下眼，这个男生就是他口里所说的大帅哥，呵呵，就这样也叫大帅哥。他在心里比了一番穆小小的眼光，之前本来还有些在意他的那句话，现在看到了那男生的长相，什么在意都烟消云散了，就这货色怎么能跟他比？盛怀安搂着身边的女生上2楼去，他向来都是瞩目的焦点，所以在他出现的时候，穆小小的同班女生也被吸引了过去，发花痴的说着，是杰少爷他上2楼去了，不然我们也去2楼吃好不好？杰少真的是好帅哦，举手投足都是贵族的气息，真不愧是我们学校的校草。穆小小听见这话，挑了下眉头，对他们犯花痴的样子真是看不下去了。他说道，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，难道就没有其他人比他帅了吗？我觉得高3的陆以晨也很帅啊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就引来了几个女生的瞪眼。于哲赶紧拽了拽穆小小的衣服，小声在他耳边说，你注意点说话，他们可都是杰少的疯狂粉丝，你说他半点都不好，他们都会跟你拼命的。穆小小他一脸吞了苍蝇的表情，无语的说道，疯狂粉丝，就他那家伙也有疯狂粉丝。他很想说，这些女生是不是眼瞎了？要喜欢也应该是喜欢像陆以晨那种又帅又学霸的男生啊。于哲匪夷所思的看着他，觉得他这样对盛怀安表现出不屑才是更奇怪的。小小，难道你不觉得盛怀安很帅吗？你不喜欢像他那种的？他好奇又不解的问道。穆小小耸耸肩，他很帅吗？不觉得？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忍不住在心里吐了吐舌头，有点口是心非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盛怀安那家伙确实是长了一张好脸，想找个比他帅的，的确是挺难的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盛怀安那家伙确实是长了一张好脸，想找个比他帅的，的确是挺难的。但不代表他就要对着他犯花痴。
吃啊，他从小看着他那张俊脸长大的，应该已经产生免疫了吧？穆小小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没去考虑这几年他跟盛淮安很少见面，男人长大后，小时候的轮廓有了棱角，就是不一样的味道了。我们去2楼吃，那几个女生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瞪了穆小小一眼，就离开了桌子，往楼上走去。于哲睨了穆小小一眼，说道：“看吧，都叫你小声一点了，你今天才刚来学校就树敌，小心班里的女生都不跟你玩。”穆小小不以为然，我不喜欢假惺惺的，还非要附和他们才行吗？那样交朋友也没意思。再说了，他更喜欢交像陆亦辰那样的朋友，像这些女生，因为他一句不喜欢盛淮安就敌对他的话，那样跟他们来往也没什么意思啊。他很讨厌女生之间的攀比和虚假。好了，你想吃什么我帮你买。于哲体贴的问道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注意到了留下的男生用暧昧的眼光看着他们两个，穆小小无语的叹息了一声，这些人真无聊，看到男女在一起就非要凑一对才行吗？等他们打了饭菜回来坐下，几个男生刚吃完，走之前还跟穆小小说，穆小小你要不就跟于哲交往了吧，看你们挺配的。说完还几个人一起嘿嘿嘿的笑成一堆。穆小小白他们一眼，但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落于哲的面子。半天相处下来，他觉得于哲挺适合做朋友的。他一把勾住于哲的肩膀，逆着他们说道：“于哲是很好啊，我会考虑的，你们就不要八婆了，影响我们。吃完就快走，考虑到都是同班的，所以他也不好说太难听的话，不然以他的毒舌，这些男生现在脸色已经的全黑。那我们就走了，你们慢慢吃，等他们走了。”于哲才扭头看向穆小小问道：“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？”穆小小早就收回了手，继续吃饭，瞥了他一眼说道：“我都跟你说了，要懂得分辨我哪句是真话，哪句是假话。”于哲郁闷了一脸，所以你刚刚那句是假话，还以为他真的觉得他不错，会考虑跟他交往呢。突然有点伤心，他捂着胸口，做出一副受伤的表情。穆小小还想说什么，但正巧看到了从2楼走下来的盛淮安，脸色有些不佳的看向他这边。穆小小瞪他一眼，看向他搂着的女生，当着他这个正牌老婆的面搂着别的女生就算了，还敢给他摆脸色，他才懒得理他，当盛淮安不存在一般。他不再看他了，扭过头对着于哲甜甜的一笑，还夹起一块红烧肉抵过去，挂着甜美的笑容，说出的话却是命令式的啊！张嘴。于哲头顶满是问号的看着他，像是受宠若惊，问道：“难道说刚刚那句是真话？快点张嘴！”穆小小依旧保持着甜美的笑，声音却不耐烦了。于哲也笑了起来，张嘴凑上去吃掉了他递过来的红烧肉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于哲点头。美女喂给自己吃的，当然好吃。那我要吃你那个，你喂我，快点！穆小小催促道。余光忍不住的瞥了一眼盛淮安的方向，盛淮安果然还在看他，一边搂着女朋友往外走。你要吃哪一个鱼吗？还是牛肉？于哲问道。随便哪一个，快点。于哲夹起一块肉递到他嘴边。这个时候，盛淮安已经离开了食堂，也没再注视着穆小小这边了。穆小小见他走了，也就失去了表演的信号，推开了于哲的筷子，悻然的说道：“你自己吃吧，我不想吃了。”于哲迷糊不解的看着他，他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刚刚还一副跟他亲亲密密的样子。小小，你怎么了？不喜欢吃鱼吗？那我给你牛排好不好？穆小小看向他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：“我刚刚说的那句是假话，为了维护你男人的面子，懂了吗？我跟你是不可能的，我要是找男朋友也得找陆亦辰那种啊。当然，他不是瞧不起于哲，只是眼光高而已。”于哲一脸的失望，你果然喜欢陆亦辰啊？刚刚还骗我说跟他只是朋友而已，都说了，你还是死心吧。陆亦辰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而且他跟他女朋友感情很好，谁也插不进去的。你知道多少女生跟他告白，但被他拒绝了吗？闭嘴，好好吃饭。穆小小懒得跟他解释了，自己不是喜欢陆亦辰，只是欣赏他，他是有底线的，有女朋友的人他不会要，只是当朋友而已。到了下午放学，于哲陪他一起走出校门口，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了。他问穆小小要不要送他回家，穆小小摆摆手说不用了，我自己坐车回去，你快走吧，明天见。于哲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看他在英语课上献了一把，就已经把他归为了成绩好才进 S 班的人，自然不会把他当做千金小姐，以为他要去坐公车，便又拉了他一下，说道：“还是让我送你吧，我这有车，多方便啊！你坐公车还得跟人挤。”穆小小又不能说自己是要找盛淮安载他的，只好就着他的话说：“坐公车也没什么啊，习惯就好。”好了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快点上车，走，别烦我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推着他，把他塞进车里去，关上车门，让司机载他走。等车开远了，穆小小才悄悄回到校门旁边，拨了盛淮安的电话，还好一拨就通了，还担心盛淮安不接他的电话呢。喂，你在哪？在外面干嘛啊？盛淮安那边有呼呼的风声，听起来应该是在开车。穆小小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学校了，气呼呼的说道：“你已经回去了，干嘛不等我？明明是他送自己来学校的，应该也知道要接他一起回去才对啊。”盛淮安呵呵的冷笑了2声，说道：“你不是有个大帅哥在身边了吗？让他送你回家不就行了？正好给他个机会献殷勤。”穆小小扁起小嘴说道：“我不管你现在在哪，快给我回来，来接我回家。”他敢笃定盛淮安那混蛋一定是送女朋友回家去了，所以不管他了，越想就越生气。他又对着手机说：“盛淮安，你不是说今晚一起回盛家吗？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？小心我告诉盛妈妈，说你为了女朋友而弃我于不顾。你是3岁小孩吗？”还完告状，他一副嘲笑的样子说着。穆小小心里很难过，蹲在了地上，表情闷闷的。盛淮安，你快点来！话刚说完，一辆跑车就停在了他面前。咦，这不就是早上盛淮安送自己来学校的时候开的那辆跑车吗？难道说……穆小小抬起头来，就看到盛淮安站在了他面前，伸手把他拉起来，憋着笑的样子说：“穆小小，你好幼稚啊，居然还蹲在这里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隔壁的
的小学生呢？盛少杰木小小气的伸手拍他，但脸上却恢复了笑容。原来这家伙是故意骗他的，说什么在外面，其实就是在旁边看着他吧，故意看他出糗的。他瞪着他问道：“你一直躲着偷看我，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？”盛怀安伸手捏了下他的鼻子，看上去有些不满的说道：“还以为你刚来学校第一天就被人拐骗走了呢，还好你还不算太蠢。”什么吗？穆小小嘟嘴，恍然大悟的说：“原来你刚刚看到了啊！你以为我会上于哲的车？怎么可能？别说他跟于哲才认识一天，就是他现在隐藏身份，也不想让人知道他跟盛怀安住在一起啊。好了，先上车吧。”盛怀安拽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拉过去，塞进了车里。他重新戴上墨镜，走过去驾驶座。穆小小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好笑的说：“你耍什么帅啊？还戴墨镜？给我！”说着伸手抢了过来，为盛怀安喝道。刚启动引擎，就被他一个毛手抢走了墨镜，只好无奈的瞥他一眼。穆小小用手指顶了顶眼镜的架子，说道：“太大了，我的脸太小了，戴在他鼻梁上的墨镜一直掉，根本就戴不稳。你这样子才叫好笑好吗？简直是小孩子穿大人的衣服，不伦不类的。墨镜根本不适合你，你还是乖乖坐着吧。”还给我盛怀安的手长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一伸手就抢了过来，单手利落的给自己戴上，姿态那个叫帅气啊！穆小小差点看呆了眼。怎么了？盛怀安发现他不对劲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问道。穆小小赶紧收回眼睛，掩饰的说：“没什么啊，从这边回盛家要多久啊？远不远啊？”赶紧扯开话题。盛怀安不明所以，大概是见惯了女生奇怪的心思，也就不猜他的了，回答道：“不会太远，半个多小时吧。”哦，你好好开车，不要再看我了，我怕出车祸。穆小小一副不信任他车技的样子，还露出嫌弃的表情。盛怀安就不乐意了：“你敢怀疑我的技术，知不知道我有个外号叫车神啊？现在秋阳山上还没人能赢得过我呢，你就吹吧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继续吹，不要停穆小小习惯性的跟他斗嘴，就是不能让他得意威风。好，等着，哪天我带你去参观我赛车，到时候让你看看我有多厉害。”盛怀安说道：“赛车好啊，这个我喜欢。”穆小小一副奸计得逞的小样，果然激到他了，让他主动提出带他一起玩。盛怀安斜了他一眼：“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上了你的当？”穆小小凑过去对他笑眯眯的，然后又把他脸上的墨镜抢了过来，然后指着前面说：“好好开车，不要分心，本宝宝的生命就在你手上呢。”然后他乐呵呵的戴上墨镜，用手指顶着中间，上下移动的玩着。盛怀安无语的摇头，不再跟他闹了。过了一会，终于回到了盛家，大铁门打开，他们的车开进去，就有一排的佣人站成一列，恭迎他们：“少爷，您回来了。穆小姐，欢迎回来。”穆小小摘下墨镜，把墨镜放回到了车上，便下了车，对佣人们招手：“哈喽，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。”盛怀安也下了车，一把握住他的手，往里面走，嘀咕道：“你真是无聊。”站在门口，佣人给他们打开门，两人一起走进去。突然响起砰砰砰的声音，吓了他们一跳，好多彩带落在了他们身上。“你们回来了，恭喜你们！”订婚屋里的人高兴地喊起来。穆小小和盛怀安一脸的懵逼。盛妈妈走过去，抱住了穆小小，在他脸上亲一口，欢喜地说道：“小小宝贝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了。”盛怀安环视了一眼，发现客厅被布置得很喜庆，还请了不少人来，一个个都穿得很隆重。他的眉头抽了抽，看向母亲问道：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”盛妈妈笑着说：“今天是你们的订婚宴啊，反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天办了吧。小小宝贝，快过来看看，我给你们的订婚宴定做了一个好漂亮的蛋糕哦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穆小小也是哭笑不得的表情，被拉了过去。那里有一个一共10层的蛋糕，非常漂亮，就像公主的城堡一样，简直是每个女生都梦寐以求的。盛爸爸拍了拍盛怀安的肩膀，郑重地说道：“以后要好好照顾小小，知道了吗？他爸爸把他交给你了，你就不能辜负他。”盛爷爷点头，平时威严的脸上有着欢喜的笑容，能看到你跟小小在一起，那我就满足了。盛怀安，所以就没人问过他的意见，他要不要娶穆小小。不过在爷爷严肃的眼神下，他也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说不要订婚。订婚宴上，盛家对所有人正式宣布了盛怀安和穆小小订婚。为了让两人培养感情，所以暂时不急着结婚，而且两人都还没国家规定的结婚年龄。盛怀安正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盛妈妈就笑眯眯地说道：“等到小小18岁就可以到国外结婚了。”盛怀安在旁边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穆小小把他拽到一边去，不满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结婚啊？”盛怀安邪气地笑着，一把搂住他的肩膀，凑到他耳边，温热的呼吸暧昧地喷洒在他耳际。他说：“穆小小，你该不会一直暗恋我吧？所以才这么想嫁给我？”穆小小本来还因为他的靠近而心跳加快了下，听到这话，瞥了他一眼，推开他的脑袋说道：“鬼才暗恋你呢，我也是被迫的好吗？这样就好啊，那我们来一起反抗。你爸爸那么疼你，不会非逼着你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吧？”说到最后一句，盛怀安自己皱了下眉头，这小丫头难道真的不喜欢他吗？不是盛怀安自恋，实在是因为他有自恋的本钱，身边围绕着的女生哪个不是对他痴恋不已啊？他就不信了，这丫头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穆小小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，呵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能配合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订婚是铁打的事实了，你最好还是认命吧。”你认命了？盛怀安狐疑，眯起眼睛审视他，总觉得他瞒着自己什么。穆小小摊开双手耸耸肩：“我已经接受了，你担心什么呢？我们正式结婚的话，也得等我18岁，还远着呢，这之中说不定就有别的变数了。”盛怀安吊儿郎当地揽着他，说道：“我不担心啊，结婚就结婚喽，多一个老婆而已，没什么不好的。”说着，俊脸挨近他，好像要亲他的样子。穆小小往后缩了下，避开他的唇，脸有些微红地说：“喂，你别乱啊，嘿嘿。”盛怀安笑得很坏，这就叫乱来
来穆小小，你太低估男人了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，男人要真正乱来起来，你会吓坏的，你想不想试试？说完，突然把他壁咚到了墙上，两人的脸离得好近好近，仿佛只要他再稍微靠近一些，两人的嘴唇就能贴到一起。试试穆小小本来还有点慌张，突然镇定下来，逆着他说了一句，然后猛地膝盖一顶，盛怀安敏捷地躲过，顺势抓住了他踢来的腿，然后很坏地勾起来，拉高，缠到了自己的腰上。他啧啧声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么主动啊，亲爱的老婆大人，既然你这么热情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”修长的手指故意在他脸颊上暧昧地划过，然后捏住他的下巴，作势要吻他。盛怀安穆小小脸红耳赤，只能喊道：“盛怀安！”得意的嘿嘿笑，说一句：“老公大人你好强，就放过你。”穆小小倔强地撅起小嘴，不叫你好恶心啊！什么叫盛怀安？正想继续逗他，突然感觉到强烈的瞩目感，顿时回过神来，两人一起看向他身后，几乎在场的来宾都看着他们，脸上都是对年轻人秀恩爱的羡慕。天啊！穆小小脸蛋猛地涨红了，他们刚刚在玩闹，都忘记了还在订婚宴上，这下真是糗大了，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演了一场亲热戏。他赶紧推开他，往楼上跑去，身后传来长辈们的笑声，都怪你大庭广众的，居然壁咚我。车上，穆小小埋怨着盛怀安，想到害羞的时候还伸手拍一下他的手臂，就算平时在厚脸皮，那种情景下也实在是有些丢人。盛怀安自己都后悔死了。好了，壁咚都壁咚了，现在追究有什么意义？反正也是我们的订婚宴，我们亲热一点怎么了？他故意说的不以为意，正好回到了高级公寓，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里。两人下车进了电梯，盛怀安又一个欺身上来，就着电梯壁把他壁咚了。你看他这样也没什么啊。穆小小脸还红着，从他手臂下来钻走了。那是因为你脸皮厚，才不觉得有什么，我脸皮薄啊。电梯到了，两人一起走出来，走到门口，穆小小叔叔掌门来开门。这时盛怀安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我妈。盛怀安看到来电就有点头疼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门开了，两人一起走进去，盛妈妈在手机那一头笑得很欢喜，说道：“小杰啊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们了，你那个公寓我让人改造了一下，你们是未婚夫妻了，以后就睡一间房，这样感情才能尽快的培养起来，知道了吗？”改造了一下，更让盛怀安疑惑的是，他妈妈是怎么让人进来的？盛妈妈虽然没有掌门密码，但他是他儿子，妈妈想进儿子的家多的是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那边突然传来了穆小小尖叫的声音：“我的房间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盛怀安，我们家进贼了！”盛怀安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露出了头疼的表情。妈，你把小小的睡房改了？那当然要啊，我可不准你们分房睡，以后你们要睡在一起，知道了吗？不然的话，我马上送你们到俄罗斯，那边14岁就能结婚了。盛怀安叹了声，捏了捏眉心，说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盛妈妈笑得有些神秘，特别叮嘱地说道：“我买了一些礼物放在床上给你们，你记得要对小小温柔一点哦，还有一定要做好措施。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晚安，么么哒。”盛怀安他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，跟穆小小解释了一下后，两人一起进了卧室，果然看到床铺上放着一个箱子，还挺大的。穆小小欢喜不已，什么礼物啊？扑上去，开心的打开箱子，当看清楚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傻眼了，杜蕾斯。